爹，洛阳急报，宫里来了内官，这是给你的奏书。陛下身体不起，召你急入洛阳。公元239年，魏景初3年，首都洛阳。刚刚走出家福殿的司马懿，在内心深处暗暗的感慨：一个人的命运啊，就是不可预料。你说我一个前几天还在辽东苦哈哈评判的将领，怎么就突然成了大魏的托孤重臣呢？魏景初2年，公元238年，刚到60大寿的司马懿，在冰天雪地的正月，率领牛金、胡遵等步骑兵4万从京师出发。而此行的目的是打击名义上的魏国辽东太守，如今已经自立为燕王的公孙渊。司马懿正月出发，经孤竹、碣石，6月进至辽水，随后遭遇公孙渊。司马懿沉着应对，声东击西，指挥魏军痛击公孙渊，3战3捷，长驱直入，曹魏大军进驻襄平。8月，曹魏大军完成对襄平的包围，然后就是垒土山、挖地道，箭矢如雨，昼夜不停的进攻。司马懿平辽东是一场战略战术都非常精彩的高水平战争，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却不在于辽东，因为在千里之外的帝都洛阳即将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魔法禁书目录就向我们剧透了，早在6月，司马懿刚刚进驻襄平前线的时候，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说有一天晚上，司马懿梦到了天子魏明帝曹睿枕在自己膝盖上，并对司马懿说：“直视我，看我的脸。”司马懿低头一看，发现明帝与平常完全不一样，因此心下大惧。远在洛阳的明帝到底怎么了呢？辽东的战事很顺利，8月底，司马懿彻底夺取了战争的胜利。他下令屠杀15岁以上男子7000人，而后又将公孙渊所任的公卿级以下官员一律斩首，杀将军毕胜等2000多人，收集尸体，铸造金棺，又收编百姓4万户。公孙渊政权就此覆灭。至此为止，首都的魏明帝曹睿依旧活蹦乱跳，甚至还在战争胜利之后按律例给出征将士封赏。司马懿率领此次出征的将士在蓟城接受了天子的慰问和犒劳。此时是11月，司马懿也已经离开首都11个月了。但紧接着12月8日，魏明帝就突然不行了，重病不起，眼看着就要出事儿。疾病来得如此突然，为江山社稷计算，明帝不得已必须赶紧安排后事。12月24日，册立皇后郭氏，确立将来圣母皇太后的身份，同时下诏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但很快，3天之后，12月27日，魏明帝又免去了曹宇大将军之职，临时换将，以5位将军代替曹宇来担任大将军。这个时任的5位将军就是我们熟悉的老伙计曹爽。魏明帝曹睿病倒了，然而未来谁来执掌这个国家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曹睿本人此时才33岁，他的几个孩子又全部早夭。由于长期绝嗣的危险境地之下，因此早在7年之前，他就把刚出生的仁成王曹凯之子曹芳过继到自己的膝下，作为未来自己的接班人。然而时至今日，曹芳这个孩子也才只有7岁，嗣子如此年幼，就必须要有辅政大臣。在魏明帝最初的设计当中，未来给小皇帝曹芳配备的辅政大臣有5个人，领头的是燕王曹宇，并升任曹宇为大将军，其次分别是领军将军夏侯宪、五位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昭、骁骑将军秦朗。这份名单几乎毫不掩饰地表达了魏明帝的意图，那就是由宗室拱卫皇权。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这5个人，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全部都是诸夏侯曹，也就是皇家宗室成员。排名第1的大将军燕王曹宇是曹操之子，深为明帝所宠幸和信任。排名第2的夏侯宪，史料记载不多，据说是驸马夏侯茂与清河公主之子，是元大将军夏侯惇之孙，曹操的外孙。排名第3的曹爽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元大将军大司马曹真、曹子丹的儿子。第4，曹昭，他的父亲曹休是魏武帝曹操的虎豹骑宿卫，魏文帝曹丕指定的4位顾命大臣之一，魏明帝早年间的魏国大司马。就连最后一个姓秦的秦朗，来头也不一般。简单来说，秦朗是曹操的养子，曹操生前对秦朗非常的宠爱。魏明帝给未来小皇帝留下的是5个根正苗红、久经考验、亲上加亲、又红又专的宗室子弟。不仅如此，为了能够有效地拱卫皇室，
曹睿选择的这5个人身上还都兼着首都和大内的保卫职务。例如夏侯宪担任的领军将军一职是由中领军升任上来的，统领中护军、5校尉以及5卫骁骑、中间游击等禁军部队，可以说是禁军的最高统帅。时任5卫将军的曹爽是禁军宿卫军5卫营的首领。按说皇亲加禁军的配置应当能够保卫曹魏政权，然而2个似乎不起眼的秘书决定在这个敏感的托孤时刻强行参与进来，改写历史的轨道。自从魏明帝昏迷以来，辅政大臣排名第1的燕王曹宇就一直在皇帝左右侍奉，随时等候皇帝的指示。曹宇在皇帝身边忙活，有的人则是在外面忙活。由于久经中枢，在漫长的政治工作当中，其他4位辅政大臣有些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阵营产生了矛盾，比如夏侯宪、曹昭、秦朗与孙资、刘放的矛盾。孙资、刘放是魏国朝堂的大秘，曹操时代孙资、刘放担任秘书郎，曹丕时代2人担任中书监、中书令，曹睿时代2人继续获得明帝的信任，更进一步加侍中、光禄大夫，封县侯。孙资、刘放与夏侯宪、曹昭等人的矛盾到底是由哪一方引发而来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夏侯宪、曹昭进入辅政名单之后，曾经当着孙资、刘放2个人的面发表过恐吓言论。夏侯宪等人对着专门打鸣的鸡栖息的树说，他们占据这棵树也太久了，看看还能再得意几天。孙资、刘放对夏侯宪等人赤裸裸的政治清算的恐吓感到极度紧张。尽管孙资、刘放2人所任的中书监、中书令也算是重要岗位，但毕竟 buff 叠的不如托孤大臣。面对夏侯宪等3个位高权重、掌管兵权、即将托孤的禁军首领、宗室大臣，孙资、刘放的结局恐怕会难逃一死。因此在感受到人身恐吓之后，孙刘2人决定拔水搅浑，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很快时机就到来了。一直服侍在魏明帝身边的燕王曹宇因为要与曹昭等人开会，暂时离开了皇帝。刘放首先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窗口期，他找到孙资，要求他一同加入反击托孤大臣的行动，现在马上就去面见皇帝。孙资很犹豫，他下意识地拒绝了刘放的建议，说现在不能动。刘放非常愤怒，质问孙资说，他们一旦得势，咱俩都得让人扔锅里煮了，还有什么不能动的？听完这话，孙资瞬间缓过神来，头也不回地跟着刘放进宫劝谏皇帝。孙刘2人进入皇帝寝宫，假装不知情地问明帝，皇帝一旦有所不会，江山要托付给谁呢？明帝很诧异，反问孙资、刘放说，你们不知道我已经任命燕王曹宇了吗？孙资、刘放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们立刻抓住这个点，攻击托孤5人。孙刘2人说，陛下难道忘了武帝、文帝都曾经专门下达敕令，藩王不得辅政。另外陈听说，陛下您刚刚才病倒，曹昭、秦朗等人就开始与宫里的奴婢厮混在一起，甚至还调戏您的嫔妃。还有燕王曹宇，燕王久在军营，威望甚高，恐怕皇太子不能驾驭得了啊。已经处于一时半蒙糊状态下的明帝听闻孙资、刘放的话，急火攻心，怒不可遏，当下就要换人。他问孙资、刘放说，还有谁可用？此时殿内恰好有曹爽在，曹爽在侧，如果把托孤5人全部打倒，恐怕会适得其反。只要能扳倒有矛盾的夏侯宪、曹昭等人，孙资、刘放也不吝啬于将曹爽推向更高处。于是他们因势利导地推荐曹爽升任辅政第1人选。同时考虑到1人托孤毕竟不符合古制，而且也有无法制衡的危险，有鉴于此，2人又顺水推舟地提出另外一个人选建议，与曹爽共同搭班辅政的这个人就是司马懿。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魏明帝曹睿接受了孙资、刘放的意见，决定将辅政人员调整为曹爽加司马懿。而我们的司马懿老先生此时在干什么呢？按照时间线，司马懿11月底在蓟城接受封赏，随后就慢慢悠悠地率领大军返回京师。影帝司马懿老先生当然可以在路上安心休养，但是京城这边却已经开始了又一轮的拉锯战。听闻辅政大臣名单有变，自身的辅政地位也被取消，曹昭等人在孙资、刘放等人离开之后，再次返回明帝处，声泪俱下的劝说明帝，要求维持原有格局不变。在曹昭等人替气固谏的左右之下，魏明帝答应了曹昭的要求，决定再考虑考虑，并派遣曹昭去扣下孙资、刘放手里的那份曹爽加司马懿的诏命。然而反转完了还有反转，孙资、刘放顽强且勇猛，
两人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再次突入到明帝身旁，又再一次说服了明帝，使得明帝最终又同意了曹爽加司马懿的方案。平心而论，对魏明帝曹睿这个临床意义上几乎丧失自理能力，法律意义上几乎丧失了主观判断的人来说，孙刘二人反复的劝说未免有些过于残忍。所谓的明帝又从其言，恐怕只是一个将死之人的痛苦呻吟罢了。即便如此，孙子流放还不算完，他们竟然要求躺在病榻上的魏明帝亲自写下这道诏书，用以彻底坐实曹爽、司马懿的方案，从而对其他托孤大臣达到泰山压顶的效果。明帝已经不行了，即使贵为天子的他，也毫不避讳地说：“我困笃不能写。”然而，流放再次爆发勇气，竟然直接登上皇帝床榻，抓住明帝的手，把着手写了一道诏书。随后，流放出宫，大声喊道：“有诏书免去燕王曹宇等的官职，不得在宫中滞留。”事已至此，曹宇、夏侯宪等人彻底败下阵来，最终也只能流涕而出。到此为止，魏明帝生命末期的托孤安排已经彻底走样，我们熟知的大将军曹爽和太傅司马懿开始走向台前了。京城内惊天巨变已经完成，相应的结果也就马上要显现出来了。现在我们把视角切换到司马懿。其实我们的晋影帝司马懿先生也不是全程都在外面逛的。正当司马懿慢慢悠悠回洛阳的时候，一封诏书到来，要求他不得回京，命他直接率领部队前往关中。司马懿尽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此时的他还是选择老老实实的听话，改道往西走。这时景初3年的新年刚过，时间进入正月。其实让司马懿去关中，这是燕王曹宇的安排。当然，曹宇这么做的原因就不太好说了，有可能是想杜绝司马懿与皇帝会面，从而把司马懿排斥在中书之外，也有可能是司马懿曾在关中与诸葛亮对峙多年，由他全领关中军务比较合适。不管怎么说，司马懿就这样老老实实的往西走了。但是当走到白屋的时候，又有一封诏书前来，要求他马上回京城。随后的3天之内，前前后后5道诏书，全是全力催促他快点返回洛阳的命令，甚至其中还有一封宫人辟邪送来的明帝的亲笔诏命。明帝在诏书上说：“朕有些惶恐，希望你快点回来。”到了直接推门进来，直视我，看我的脸。这下司马懿终于明白6月份做的那个梦是怎么回事了。首都有变，天子危在旦夕，在曹魏兢兢业业干了30年的司马懿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分量，因此他立即动身，上演《速度与激情》，全速往京城赶去。为了加快速度，一个60多岁的老头还不怕艰辛地用上了追风车。这个车小巧精悍，能在战场上辗转腾挪。从白屋到洛阳，司马懿一路狂奔，一夜跑了400里地。第2天一早赶到皇宫，随后被迅速地引进到皇帝面前。强撑在病榻上的明帝终于见到了司马懿，他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我把后事嘱托给你，你要与曹爽一起辅佐幼子，死其实可以忍住的，我强忍着不死，就是为了等你。如今与你相见，我也死而无恨了。”随后，明帝把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召上殿，命他们拜见司马懿，又指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将来就是他了，您仔细看，不要看错。”最后，明帝让齐王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颈，以示托孤重任。司马懿泪流不止，连连叩头。当天晚些时候，曹芳被设立为皇太子，而魏明帝曹睿也随即驾崩了。或许从嘉福殿走出来的司马懿会在心底暗暗感慨，一个人的命运呢，就是不可预料。我又成了大魏的托孤重臣了。再往后的故事，大家就耳熟能详了。小皇帝曹芳即位之后，加曹爽、司马懿侍中，贾节钺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俩人也随即开始了互飙演技10年对打的旅程。当然，那就是后话了。其实，明帝留下的辅政架构被孙子流放轻易更改，并非完孙刘二人私心作祟。在孙刘第一次将司马懿拉入名单之后，明帝并没有立刻宾天，反而是对孙子流放的这个方案基本认可，甚至在身体回光返照的时候，曾经亲自写了诏书，命宫里的辟邪及时到司马懿大军驻地传诏，并且从12月27日罢黜曹宇之后，一直撑到过完年的正月中旬，见到司马懿，亲口传达了这个命令，方才去世。
因此在明帝内心，他也基本认为氏族代表、四朝老臣能文能武的司马懿是一个合适的托孤人选。历史没有如果，我们没法假设司马懿倘若没有托孤，曹魏朝堂会是怎么样的。况且就算大胆假设，即便按照原先托孤5人的安排，使得明帝最初的宗室拱卫皇权的设想落地，恐怕也很难压制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也很难改写氏族崛起、门阀政治、皇权不任的历史潮流。君不见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的时候，司马懿振臂一呼，满朝世家诸如蒋济、高柔、王肃、王观、陈泰、徐允纷纷响应的景象吗？事实上，自东汉末年社会秩序崩溃以来，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时间，门阀政治一直是历史的必然走向。曹魏兴衰，皇权衰败之下，是不可抑制的氏族崛起。因土地兼并和贫富高度分化而形成的门阀世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即便就算没有司马懿，也会有另外一个世家门阀的代表，或许叫司牛义，带着世家的诉求，强硬地参与到中央朝廷的政治当中去。最后，我们照例再来个阴暗小故事。正始10年，公元249年正月初6，司马懿趁着曹爽带领皇帝和心腹前往高平陵扫墓祭拜的契机，迅速发动政变，控制洛阳中央朝廷，迫使留守皇宫的郭太后下诏免除曹爽兄弟职位。当把首都的事宜安排妥当之后，司马懿又与老臣蒋济一起前往洛水浮桥屯兵驻守，并派人前去游说曹爽，向曹爽保证，只要曹爽放弃所有政治权利，便能平稳落地，转危为安。曹爽在政变当中丧失了理智和判断，最终在彷徨无措中同意了司马懿的要求，率领小皇帝曹芳和自家兄弟归降司马懿，随后便被软禁于洛阳家中。大家在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怒斥曹爽愚钝，竟然轻易就相信了司马懿的话。然而曹爽曾经亲身经历过发生在魏明帝生命晚年的改易辅政大臣事件，在这一事件当中，孙资、刘放和辅政5人之间的反复夺权斗争不可谓不激烈。但是斗争失败的4个人虽然被排挤于中枢之外，但是结局却都还算不错。原本排名第1的燕王曹宇，在斗争失败之后还屡屡增封10亿，最终达到5500户，可谓是真真切切的富家翁。曹昭被赶出朝廷之后，以侯帝归，又在老家生活了5、6年才正常去世。排名第5的秦朗，他在罢官之后记载不多，但他的儿子在我晋武帝年间曾经担任博士，还怒斥过贾充，因此呢，也可以推断出秦朗家族未曾遭受过清算。因此曹爽才会选择相信司马懿，相信斗争失败还能给个体面，回家做个富家翁。但结局我们都知道了。正始10年，司马懿指洛水为誓，诱骗曹爽投降，随后诛杀曹爽3族，杀曹爽兄弟曹熙、曹训3族，以及曹爽阵营下的何晏、邓阳、丁密、毕轨、李胜、桓判、张当等全部被夷3族。所以不能怪曹爽失了智，只能怪我们的大魏太傅，不是，是大晋宣皇帝，实在是不知廉耻，食言自肥啊。